嗨，欢迎大家来到幼幼 Channel， 我是三个幼宝的老爸幼爸。自从创建频道开始录制大哥幼的练琴记录后，幼妈除了可以从影片里注意幼幼的练琴状况，例如指法、坐姿等等，还可以重复的观看，对琴艺的进步上增加不少效率。虽然幼幼练琴辛苦，但同时也看到自己和弟弟们打电动、读故事书、唱歌的影片都可以随时的拿出来看，满满的成就感啊，也让他们更有动力继续学习。虽然苦了身为节目企划、美工、录音、剪辑、设备、音乐制作等等身兼数职的幼爸我，只能多利用夜深人静的时间来完成各项工作，并且上传影片。纵使我对自己的学习能力还蛮有信心的，但毕竟现在家有三宝，白天又有工作，体力开始心有余而力不足，需要 debug 的 DIY 我开始能免则免。能利用 AI 上字幕，我就不自己打了。音乐制作和美工也外包给幼妈来研究，我才有时间开始计划如何把这些全家人的心血给好好的保存起来。从以前只是想着如何训练小孩陪自己打电动，到现在满脑子想着怎么样保存这些美好的时光让家人回味。这种改变也只有为人父母后才会理解吧。家里的电脑从游戏机的角色变成生产力的一部分，这个也是他们始料未及的吧。随着影片变多，电脑的硬碟开始不够用了。原本电脑的主机里塞满了游戏的印象档，还有各种驱动程式的硬碟，现在因为开始制作影片而通通被忍痛抛弃到资源回收桶。第一次发现，原来我的 Note 20 Ultra 拍的影片档案这么大，2TB 的硬碟很快又不够用了。驱动程式删掉还可以忍，一些新写的素材和回忆也开始需要取舍的时候，我就开始有了买 NAS 的想法。不过碍于预算问题，看来看去就先挑了可以塞4颗硬碟的 USB 3.1 硬碟外接盒。这台 ProBox 里面把我10年前的2颗 1T 的旧硬碟放进去，加上网拍上面找到的二手 NAS 碟，一共4颗硬碟 6TB， 应该够用我一阵子了。因为这个外接式硬碟盒里面是4颗老硬碟，所以我找了之前研究物联网时买的树莓派 4B， 换了 Open Media Vault 当做省电小主机。这颗厉害的地方啊，是在于可以设定，如果硬碟一段时间没有动作，它会自动休眠哦。平常透过其他 Windows 的主机的 SMB 来连线，被点到的硬碟才会运作，其他3颗则保持休眠。2颗 2TB 的硬碟则是储存剪辑好的影片，并且我是手动做镜像备份。这时候要先介绍家里的电脑和网络配置。目前的电脑有4台，我除了平常剪辑用1台之外，1台幼妈使用，还有2台是给2兄弟打电动的时候用的。说真的，家里那么多台电脑，真的有种网咖的感觉哦。一起打电动真的超有 feel 的。以前网络是接中华电信的有线宽频，但这2年4G 分享常有吃到饱的绑约特价方案，也是为了省钱啊，所以就把有线宽频换成了 SIM 卡的4G 分享机。每隔一阵子就要拎着天线在整个家里找讯号强的角度，另外一个人呢，则在电脑前不断的做连线速度测试，这样其实还算蛮浪漫的。原本网速约40几 Mbps 还算够用，但是最近家里附近的建案，慢慢的一栋一栋都盖起来咯，讯号常常只有10到20 Mbps 左右，上传一个高画质影片常常需要好几个小时。而且同时上传影片的时候，如果还有其他人在使用网络，就会明显的卡顿。所以剪辑用的电脑只能利用半夜上传，而且一开就是1个晚上。高效能的电脑整个晚上开着真的很不环保嘞。还有这片树莓拍的主机板上的网卡，让我换线、换 Switch， 甚至自己做 Cat6 来布线，它的速度还是只有到10几 Mbps， 就是只有摆照的速度而已啊。这实际的传输速度
真的是慢到我需要额外的制作低画质的影片给幼妈来做背景音乐，加上未来可能要更新录影设备，若是每个素材都这样20-30G 起跳，真的光传档案就传到一肚子火哦。因为2颗2T 硬碟是采用镜像备份，所以实际上我只有2T 的储存空间而已。加上剪辑影片时的素材硬碟又要满啦。虽然移动到那个外接硬碟上完全没问题，但是若要随时取用，那10几个 M 的速度在我剪影片时根本就没有办法使用啊。为了完成经营频道的任务，搞一套 NAS 就成了最优先的任务哦。考虑过后 ，Synology 应该是最适合我。解除耐用我还没用不知道。软体上 Synology 的 Synology Photo 的智慧相簿我非常想试试看哦。而且这个软体也支援 iPhone 和安卓 ，iPhone 和安卓手机上都可以连进 NAS， 这样分享家人的相片给长辈看也会更方便。长辈想看照片也可以自己进相簿看，不用我翻相簿再用 LINE 来转传。不得不说 Synology 的 NAS 型号真的有够多的呢，而且分类虽然还算清楚，但是真的是太多型号了。我是直接利用官方网站上的 NAS 选择器，几个步骤下来就可以推荐你建议的型号。我的需求是可以应付未来大概3年左右的储存空间，所以硬碟我找起码一定要可以2颗甚至是以上。这边有一点，我走的是跟大家不一样的路线哦。虽然多颗硬碟组 RAID 5是现在目前主流的首选，但是对于我来说，我必须先考虑我是刚入门的新手，软体硬体都还没有摸过玩过，就算给我一次封顶，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完整利用它的功能。另外，我也有预算考量，不想要一次花太多钱。若未来影片的数量稳定成长，我再购买更大的硬碟就好了。虽然已经捏着蛋蛋买 NAS 了，但是还是要考量到预算啊。J 系列虽然有420J， 但是那个造型我真的不是很喜欢嘞。DS923 Plus 目前虽然看起来标配了比 DS723 Plus 多了2个硬碟盘位和 USB， 但是其他的功能基本上跟 DS723 一模一样。只是 DS923 Plus 这个4个盘位这个数字，我不是很喜欢，所以最后看上的是 DS723 Plus。或许有人会说 DS923 Plus 多4000块买2个盘位和 2GB 的记忆体，甚至还多了一个 USB 是非常划算的。但是加上还要买 M.2 SSD， 4G 的记忆体也还是不够用也还是要再买。预算上直接就破表了，只好忍住放弃。除了买 NAS， 家里的老路由器也可以升级成链路聚合的型号，但是就先这样用用看吧。已经花了太多钱，需要 CD 时间了。若还有更换，我再开箱给大家介绍使用心得吧。这也是我选择 DS723 Plus 的原因，因为 DS723 Plus 也有一个 Gen 3的网络界面卡插槽。未来若想直升 2.5G 甚至是 10G 也完全没问题的，这个真是超符合我的需求的。最后开出的清单就如下面这样。对了， DS723 Plus 能支援的记忆体只有自家的记忆体一定要注意哦。虽然网络上有许多人测试别家记忆体也能正常使用，但是对我来说，减少 DIY 的成分，还有一定要它稳定工作，就是占我的首要任务。我宁愿多吃几天泡面，也不要花时间在解 bug 了。同样呢 ，HDD 硬碟和 M.2 SSD 硬碟 UPS 也是有相容性的清单哦，也要注意。官方网站也都有提供，可以自己搜寻。UPS 我就选 CyberPower 了，因为电池容易更换，而且这也在 Synology 的资源清单上。考虑到幼妈现在兼任音乐制作人一职的需求，这次买 UPS 也会把他的电脑接上，来保障生产工具的安全。未来应该还会再添购，因为我的电脑也需要。如果各位有什么更好的选择，也欢迎在下方留言给我哦。所以这样一共是31,979。接着我们就来开箱吧。
打开箱子可以看到 Cat51的网路线2条，硬碟托盘钥匙，还有电源线、变压器和2.5寸的硬碟螺丝。从正面看上去，两个盘位的 DS723 Plus 显得是有点单薄。快速抽换的方式让腕表显得非常的工业风，对我来说既不占位置又好看。这种存放回忆和驱动程式的重要物品，外形我从来不会太在意，越低调的我越喜欢。另外，大哥二哥在打电动的时候实在太激动了，把这种 NES 放在桌上基本上是自找麻烦。所以我打算把它跟 TP-Link 的 SG108 还有我的 USB 外接盒锁在一起。现在把它打开看看，抽换倒是挺轻松的，虽然支援热插拔，但是基本上我用不到这个功能。往内部看可以看到2个记忆体插槽，待会我就把2条 4GB 的记忆体插进去，看起来一定很赞。背面的风扇有静音设计，说真的，硬碟在跑，声音不小，真的在工作时风扇的噪音应该是不明显。中间有2个1G 网口，可以做链路聚合 LACP， 但是要搭配支援的 Switch。未来或许可以考虑直接扩充下面这个网路界面卡插槽，给它插一张10G 的网路卡，再换上 2.5G 的 Switch， 搭配这次没有买的 M.2 SSD， 感受上应该才会有明显的差异。跟前一代 DS720 Plus 不同的地方，就是这个网路界面卡以前是一个 USB 3.0， 现在则是变成网路界面卡的扩充插槽。底部有2个 M.2 SSD 扩充，如果我有钱我会想落地就加上2条来试试看。安装好2颗硬碟，放好位置，接上网路线和电源线。这一刻，我的心情是激动的，我想踏入未知的领域。从以前工作都是喜欢自己 DIY， 这次头一次当小白，什么都不懂，线接一接就来使用，那到底好不好用呢？回到 PC 端，打开产品使用手册，按照着步骤按下去，一下子我就设定完了。马上把素材拉进去，开始测试速度。可以见到这个速度是跑满1000兆网卡的。将之前的剪辑的影片和照片随便拉一些进去。在这个同时呢，我也拿了我的手机，一只是安卓，一只是 iPhone， 并且都下载了 Synology Photo， 而且我都是用外网连接进相簿的。这个4G 网络真的是不太够力，但是连进来也完全没有问题。可以请家人开始塞相片还有影片进来喽。这个就等我慢慢研究之后再开箱给大家介绍喽。今天就先介绍到这边，希望你会喜欢。右爸，喜欢的话请订阅我的频道哦，谢谢，拜拜。